好的，來成都啊，一定要吃火鍋。今天要帶大家去吃成都界的愛馬仕，也是沉浸式的體驗。這華麗的火鍋盛宴，厲害的在於結合了古代的禮樂、舞蹈，還有飲食，帶入到現代，重生在這個360度的環繞舞台之中。之前呢，跟薛仁在上海體驗過。也是非常厲害的工業。今天啊，薛仁他要扮古裝，體會一下這個沉浸式的火鍋體驗是什麼樣的感受。我們現在要穿越了，1秒穿越。這間啊，其實也是我們眾多的粉絲之中，他推薦给我們的，所以我們今天也來嘗嘗鮮啦。跟宮殿的感覺差很多哎，真的，而且它旁邊就有一些裝置藝術。你上次不是在問在地上的阿伯，這個毛筆很大根的毛筆在哪裡嗎？哦，你說在成都看到有人沾水，地上寫毛筆嗎？在這裡就有。你不要破壞人家現場啊！哦，這邊好多可以拍照的地方哦。對，大家看陸劇裡面常常看到的下棋場所。哎，這套好看哎，我可以換這套嗎？哦，然後旁邊還有很棒的服裝在這邊展示。請看一下後衛是有多誇張，整個造景藝術真的是氣勢恢宏哦。我們這次的餐券呢，是在美團上購買的，購買好之後出示給前台就可以核銷了。接下來我們就到換裝區域吧。2樓這邊有寫妝造區。他上來的時候會拿一個平板給你，跟你說，這邊的妝造都可以去做選擇，所以非常的貼心。比如是憑空去捏造的。你只有看衣服的話，你很難想象穿起來是什麼感覺。然後我們在選妝髮的時候跟衣服的時候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如果上面有勾爱心的話，表示應該是蠻多人選的。所以現在薛仁就是請服務人員把他中意的服飾拿出來。現場服裝的款式多到你1年365天，每天換一道都穿不完。如果你是有選擇障礙的人，來到這邊真的會當場瘋掉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它上面有標價，這個是598的套餐，相對的華麗，然後好像是皇後出巡一樣。哇，這一頂好酷哦，是白色的，像珍珠一樣把它串聯起來的。怎麼那麼快？還蠻可愛的。不會啊，蠻可愛的啊。這邊比較有規模是，如果說你今天換裝啊，你衣服想要放入置物櫃的話，這邊也有自動的門鎖。換完裝直接到前面就可以拍攝，比如說像這邊有前台，然後還有琵琶，很有 feel。上面還有粉紅的落雪，粉紅的櫻花。明明2個不懂圍棋的，這邊故弄玄虛。棋還拿錯，我剛是這樣拿。這邊有沒有粉絲是圍棋的高手？來教我們一下圍棋吧。麒麟王。薛仁完成他的驚天大作，請問這個大作是什麼？跟大家介紹一下。創世小夫妻，七頭笑嘻嘻。我不得不說，我們之前在宮宴也有參觀過他們的裝置藝術，但是我覺得這邊更好拍，因為它這邊占地比較廣闊，而且還有各式各樣的布景，例如像是琴棋書畫。就我還沒有開吃之前，就覺得這邊的造景藝術蠻厲害的。宮宴那裡是精華地帶，所以腹地比較小，那這邊腹地相對比較大，也比較高挑，所以你會覺得比較沒有壓迫感，然後又有很多裝置藝術可以拍照。很符合大家想來這邊用餐，換個古裝，順便可以拍美照。看你穿這樣子，我好不習慣。說跟古代人在講話，都是透過微信的小程序這邊去預約的。比較建議大家直接挑底箱跟浴箱。這次啊，我跟薛仁特意坐不同的位置，就是要讓大家知道不同的視角是否會有很明顯的差異。再來衡量一個餐廳的好壞，除了它的餐點跟表演之外，我們也來觀察看看它最隱蔽的角落。大家有沒有看到，廁所非常的高貴？一進來啊，
這邊有燻香的香味，非常的香。以及通常不是只有浴缸才有放玫瑰花瓣嗎？竟然連洗手台也放了，這樣整個廁所很高級的感覺。以及 Dyson 的空手機，風真的很大。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，在这麼高貴、典雅、火鍋天花板的沉浸式餐廳裡面，要花多少錢呢？這次的地點很特別，非常的高挑，以及舞台是360度的環狀舞台。等大家看完我們這次的表演以及餐點，最後再跟大家公布 VIP 的座位以及一般的座位加上妝造，總共要花多少錢呢？好，謝謝，謝謝。好，謝謝哦。如果您開車的話，可以給您換成無醇的飲料。然後這2道是我們的一個前菜，這是茶玉雙蒸佐酒歡，這是我們的豬肉和牛肉。這邊有我們的醉蝦、開胃小菜、玲瓏糕點、魚香牛杆菌、椒麻薏水、鹽焗小章魚、清湯。然後我們這個清湯它可以直接喝的，這邊配了一個湯碗。湯碗裡有我們的一個香蔥和薄荷葉，這2邊的話都是我們一個蘸料碗，這邊是紅油的，這邊的是我們的一個清湯。然後這個包裡面有我們的乾式起司、醋包、蠔油包以及我們的牙線、牙籤等。然後您有其他的酒水需要的話，可以直接掃碼點我們這個桌上的2維碼。還沒上菜前，總是覺得肚子特別餓，希望小菜趕快上。所以它前面很貼心，一來就有一些小菜擺在你的前面，而且它小菜的擺盤真的非常的漂亮，好像在欣賞一幅山水名畫。這個是清湯，能直接喝的。不過它這個湯非常的少，我以為是蘸醬，其實它是湯，撒滿了非常多青蔥的前菜湯。我覺得配菜的香料太多了，這個湯有點鹹。再來是小菜。外面酥酥脆脆的，很像在咬餅乾、咬小零食，但是裡面保有豬肉的香味。另外一個，這看起來像五香有調過味的牛肉乾，牛肉乾的口感嫩嫩的，但是邊緣有一點點的柴，不過味道也還不錯。剛剛都有幫我上一瓶酒，還行，酒精味不會很濃，女生喝是 OK 的。第一幕表演七星踏漢風，別以為火鍋是現代人的專利，其實漢朝人才是真正的火鍋大師。當時不止火鍋盛行，甚至連鴛鴦鍋的設計都出現了。最狂的是，他們那時候就流行邊涮肉邊看這種華麗的七星踏表演，論享受。2000年的漢朝人真的是沒在輸的。這個玩意兒，專家們都說它是最早的火鍋。哼，不管咋個說，到了漢代，成都的火鍋已經很流行了，並且在首都裡吃宴席，他們也是邊吃邊看哦。餐點呢，則是搭配新鮮的鮑魚和海參，重現宮廷的海洋韻味，品味一段流動的歷史。剛剛在上鮑
鮑魚、海參上來的時候，我發現旁邊火鍋的燈會亮，那提示你要把這個海鮮丟到火鍋裡面去煮哦，不是直接吃。我覺得還不錯，是第一個表演完之後，有一段休息的時間，可以讓你慢慢享用我們的前菜，以及讓火鍋料下去之後煮熟的時間。小菜裡面有這個調味沒有非常的重，吃起來是爽脆的口感。涼拌蘆筍調味也是偏清淡的，不錯。這個小章魚口感非常的 Q 彈，爽脆 Q 彈哦，有一點點的微辣微麻。小菜的調味都不會過鹹，使用的是四川當地的特色，就是花椒，所以帶有一點點的微，一點點的麻。這蝦仁光看它的厚度是非常的厚哦，蝦仁用了一點酒下去入味，帶有微微的酒香，那它的海鮮新鮮程度都有哦，所以這蝦仁也很好吃哦。下一個表演又要開始了。這場表演是才子司馬相如情雕白富美卓文君，两人裸婚私奔賣酒創業，迫使岳父含淚贊助，實現了窮小子的逆襲，以才華入股豪門，靠創業逼父資助，成就了千古佳話。那个时候，司馬相如還未發跡，而卓文君是貨真價實的白富美。接下來這道餐點是雪花牛。菜名中的雪就像卓文君筆下的雪，代表着愛情的純潔。這道是文君望雪，是上一個表演那一對情侶他們的名字，所以剛剛看完之後再吃這一道料理，會覺得哇，我好像是參加他們的喜宴，是不是？肉煮的部分因為脂肪偏少，所以吃起來牛肉算是比較有嚼勁一點的。上來的時候會提醒你說，這個大概煮幾秒就好，因為有火鍋嘛，所以他會強調不能煮得太爛，或是煮得太熟，會影響它的肉質口感，所以上菜時候他都會提醒你。杜甫筆下的隨風潛入夜，潤物細無聲，在台上變成了柔美的群舞，詩語論錦城。這份絲鮮其實就是火鍋最經典的爽脆四套件：毛肚、鵝腸、黃喉，還有切得像花一樣的菌花，口感豐富，就像成都的春雨一樣，讓人心曠神怡。火鍋大家有沒有發現，麻辣這邊是比較滾動的，右邊的白湯是靜態的，比較小火。不過它想要呈現的是這個鴛鴦湯底，一邊是熱鬧的滾動，另一邊是安逸，覺得有點像太極吧，兩極相生，一陰一陽。霓裳玄絲路演繹的是西域的胡旋舞遇上大唐的霓裳羽衣，那種旋轉與碰撞，就是1000多年前的絲路精神。唐玄宗李隆基倡導漢族俗樂與外國傳統音樂相融合，帶有濃郁的青瓷樂色彩。前蜀開國皇帝王翦是唐王朝的重臣，很多宮廷制度都模仿唐王宮，一路也不例外。霓裳羽衣舞
選擇了向往神仙，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。独到既保持了中原文化的特色，又牺牲了敦煌壁画的五字造型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胡越与华越的完美合璧。这盘饭名字叫皇家，但吃起來非常的平民，它没有那種讓你驚為天人的華麗感，倒像是皇上微服出巡的時候，在路邊隨便找的一碗家常炒飯。剛才的表演只是開胃菜，那接下來2個演出就是整碗的靈魂，視覺極限的挑戰。芙蓉鏡紅顏演的是蜀地傳奇花蕊夫人的淒美故事，雖然搭配的是清爽芙蓉蔬菜盤，但視覺上絕對一點都不清淡，因為接下來舞者會直接飛天吊鋼索，在半空中演繹亂世中的絕美愛戀。這場結合力與美的空中盛宴，我保證讓你目不轉睛。公元965年，宋太祖趙匡胤大軍伐蜀，孟昶成了亡國之君。可僅僅7天，47歲的孟昶突然暴斃而亡，民間則一直盛傳是趙匡胤基於花蕊夫人的美色毒死了孟昶。有一天，趙匡胤對花蕊夫人說：“我滅蜀國只有3萬人，而蜀國有20多萬人，蜀國則投降了，這是氣數已盡，天命亡蜀，你沒有什麼可留戀。”花蕊夫人的死也有多種說法，最有可能的一種是，她在御花園摘花的時候，被趙匡胤的弟弟趙光義一箭射死。大概是因為趙光義以事業為重，要清楚哥哥身邊的紅顏禍水，或許是他心有嫉妒恨，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不能得到。看完震撼的飞天表演，服務生優雅地送上這道芙蓉清芬。我仔細一看，確實非常清芬。這不就是我家巷口超市也能買得到的普通蔬菜盤嗎？看來這道菜的重點是讓人回歸平淡。這場雙蘇修仙記演繹的是白蛇與青蛇的千年共修的情誼，就是以前台灣台視演出的新白娘子傳奇。看過前面這麼多表演，我跟Sharon一致認為，這段絕對是整場演出的靈魂精華，因為動作難度真的高到讓人屏息。
在應該是接近尾聲，而且它上了甜點，這道很特別哦，它是以直面窩為底，再加上一點菠菜，覺得味道好像蠻特別的。燕窩的關係嘛，所以它看起來有點粘稠粘稠。這道甜點好健康哦，燕窩再加上菠菜都是健康的食材，沒有過多的調味，芝麻口味的糕點，食材都很不錯。因為像連這個甜點也不會過甜哦。因為他的節目真的太精彩，大家有看到剛剛在上面吊鋼索，一不小心我的食材就會很容易煮過時了。因為他不是說有的食材只要7-8秒嗎？但是沒有辦法控制那個時間，因為節目太精彩了，你一看就忘記了。整場演出的最後，這段嬋娟共鼎沸，呈現傳統川劇的變臉，遇上重低音的電子樂，這種極致的碰撞，就像成都的街頭那口沸騰的火鍋，辛辣、熱血，而且充滿生命力。成都故事多，希望大家再来从地面相聚，谢开。红顶宴它的特色在於它的舞蹈表演，因為它的舞蹈表演以及節目的安排都是跟成都有關係的。你有發現他講到杜甫他的詩最有名的那一首跟成都有關，那以及他的表演舞蹈有一些是民俗特色的舞，不是一般你看到的那種舞，所以它是有很濃厚的文化韻底的表演。它着重在舞蹈，那也充分利用這個圓形360度的舞台去呈現每一種不同的舞蹈，但是又有一點可惜，因為都只 focus 在舞蹈，不會有其他的樂器表演，所以整場看下來你會有一點點的疲乏，但是到後面開始吊鋼索的時候，哦，你人又醒來了，又是非常的厲害，到雜技雜耍的程度了，特技表演。所以觀眾如果問我，推不推薦來，我還是會推薦。感官來講，我覺得是還不錯，但你不要把它當成是一個吃正餐的地方，你把它當成是一個來純粹做一個感官享受的一個盛宴。接下來我們來揭曉此次盛宴的費用。那我公布一下，午宴一般的位置是人民幣498，那 VIP 的位置是598人民幣。但如果說你去大眾點評或是美團購買的話，有優惠價格。像我去大眾點評買的話，一般的座位是438人民幣 ，VIP 座位就變成528人民幣。那要換裝，只有頭髮跟造型是人民幣98塊，兩個人 total 費用，因為我是刷卡，所以它又多了3%手續費。那一般單人就是新台幣2008，VIP 是2420塊，做妝造436塊台幣。那我今天呢，刻意跟薛仁坐不同邊，玉香他是坐支香，我刻意的讓薛仁坐第一排，然後我坐第二排，看的視野感官怎麼樣？我翻到第二排也可以，沒有一定要第一排。沒錯，因為它的舞台很大，表演的人很多，所以其實拉遠一點看，反而效果會更好。我自己還偷偷跑到後面那一排去看，我翻到視野是高起來，有點像看電影這樣。這邊上菜的時候有一個很棒，我覺得很不錯的優點。每一道料理你在吃的時候，你會看到很大的投影布幕寫着這道菜的由來，還有它的做法以及特色是什麼，所以你在吃的時候，你可以更了解這道菜色是什麼。那接下來薛仁要講實話，餐點的精緻度來說，因為我們對於火鍋的定義是它不需要太多的工，只要食材新鮮的鍋底 OK 的話，基本上就是不會太差。
相較下來會少了一點點精緻感，但是在於它的擺盤是真的很漂亮。在餐點上面，大家覺得這個價格吃這樣子的火鍋，你們覺得划算嗎？聽說這一年這種宮廷沉浸式的餐宴在中國大陸非常的火紅，如果大家有推薦哪一間更厲害很不錯的，也歡迎留言給我們。個人會覺得紅鼎宴是非常適合拍古裝照打卡的經典，不管是後面的裝置藝術，以及現場舞台的造景，甚至它餐點的擺設都非常的漂亮，很適合打卡拍照。這邊的表演我覺得相对平淡一點，雖然他很認真的在講成都跟紅鼎宴的故事，但是少了一點互動的感動，心情上面的变化算是比較平淡一點。只有在吊鋼絲的时候，哇，好驚豔哦，太厲害了！我自己看下來也是覺得整場的表演看下來就是平鋪直述。我原本想說吊鋼索可能是會在最後的壓軸，結果不是哦，是在前面一個，所以你會覺得收的比較平淡一點，有點可惜啦。我們是創世小福星，那就下集見嘍！我們下次再會，拜拜。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，開啟小鈴鐺，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。我們是創世小夫妻，下集見。